嘿，这里有巴日吗？有1辆车。那巴日的人呢？听说他们要去打娘子关。娘子关？戻れ。はい。你是郭天民吗？是。池田该回去了，把他拦住，狠狠地打。明白。打！你们有什么消息没有啊？还没有收到战报。还没收到战报？前方到底打成什么样了？真让人着急呀！哎呀！彭总，前方情况怎么样？看您休息了，没有打扰您。前方的情况复杂呀，我们的对面呢是25万日军和15万美军。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实施突袭，无疑是凶险万分呐。敌人的兵力虽然强大，但是他们主要集中在中心城镇，依靠铁路和公路来调动兵力。只要我们切断了交通要点，敌人就会陷入混乱。现在关键是能否迅速夺取正太线、同浦路和分离路上的战略要地。关键是开局啊！开局要是打得好，这场仗就赢定了。战报，刘伯承部来电。129师陈庚旅占领卢家庄车站，全歼守敌。卢家庄以西40里的铁路桥梁完全被我军破坏。战报，念。聂荣臻部来电，晋察冀军区杨成武中央纵队攻克正太线、法吕岭、北峪、帝都等据点，全歼守敌。法吕岭至帝都的铁路桥梁完全被我军破坏。战报，念。陈载道、宋任穷来电，破坏平汉路邯郸至磁县铁路。
由成安出动之日寇，企图向我军侧击，已被我军击退。好啊，这下不光是正太线，就连平汉铁路也破坏了。战报，贺龙部来电。念。张东郡旅攻占康家会，全歼守敌，惊了日军，企图救援，已被我军击退。战报。念。129师新十旅决死一纵队沿阳泉至榆次展开全线攻击，新一旅攻占平汉路丰乐车站。战报，山西新军攻击五寨县城。战报，晋察冀中央纵队攻克贾庄镇、东王社，全歼守敌。最新战报，红旗插上了娘子关。景行呢？景行煤矿必须给我拿下来。是。3年了，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些煤全被他们倒腾到日本去了。这可全是中国人的血呀！这一次一定要摧毁它。矿上的弟兄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今天要让日本人好看了。共産党軍が城下を攻撃中です。どこの共産軍だ。おい、城士官を繋がらない？すぐに繋げるんだ。無駄です。軍部との電話でさえ繋がりません。
拠点に連絡し状況を見極めるんだ。要線警備隊に伝え準備を整えさせろ。共産党は必ず要線を攻める。はっ。長官だぞ。どうした。警心扩张，同志们，迅速打扫战场！快快快快，迅速打扫战场！快，这还有2杆枪，迅速打扫战场！那边好，快撤离战场！快点儿！快走，快小心啊！快，都快点儿！快跟上！快！迅速撤离！どうした？鉄道生態線の至るところ、86の衝撃局だと電話がありました。至るとこ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だ？もっと詳しく言ってくれ。具体的な状況は分かりません。生態線全線との連絡は閉ざされているからです。直ちに独立大工旅団を生態線に引き返せ。大工旅団の37連隊は管轄外で共産軍の追撃を受け動けない状態です。第39連隊も85の襲撃で出走できません。トンフールーの西団の36、38、40団の拠点も攻撃を受けました。ならば本洋の独立第16旅団は？奴らは大工旅団とほぼ同じです。今のところ源平あたりに駐在した第3旅団はあまり襲撃を受けてないようです。ならば第3旅団を増援させてみてはどうだ。同フロの北端が一区破壊され、彼らは南へ移動できません。彭总，来尝尝我的好茶叶。哎，副参谋长，尝尝。好嘞。小云啊，你怎么还留着好茶叶？也不早点拿出来。哎呀，打胜仗了嘛。彭总啊，这次战役可真是四面开花呀！啊，而且精彩纷呈。咱们到底出动了多少部队呀？哦，你现在把好茶叶拿出来，就是想问我这事儿啊？来，不好说呀。啊？八路军总部只要求直接参加破袭正太路作战的兵力不少于22个团。哦。对其他交通线，比如说这个平汉路、同蒲路，并没有数量上的明确要求。就像冀中军区吧，他们的根据地被日军分割成了好几块，能否及时接到命令都说不准，更别提同时参加战斗了。不过，我想这次参战部队一定会大大超过总部的要求。日寇在华北横冲直撞，你说这如果人手少了，还真怕拖不住这头野牛啊！还真是头野牛呢。彭总，副参谋长，战报已经统计完毕。至8月22日，参加本次战役的部队：正太路30个团，平汉路卢沟桥至邯郸15个团，同蒲路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一共是105个团，都超过100个团了。不管100几个团，我看呢，就叫百团大战。好，就叫百团大战。报告，司令员，他们抓了2个日本人。日本人在哪儿呢？在院里。刚才不是说2个日本人吗？哪儿呢？就是他们，这是站长的女儿。站长被炸死了，他是罪有应得。去年矿上发生的瓦斯爆炸，这个该死的站长勾结日本矿长，为了保住煤矿好采煤，竟然下令封锁了井口，1000多名矿工弟兄都死在井下。
聂司令员，我们杨司令员要我把这2个孩子送到这里来。怎么回事？当时我们冲进矿里，经过一个房子的时候啊，听见里面有2个孩子的哭声，我就把他们2个给救下了。我也没想到他们是日本人，可后来他们2个一直哭，说的话我也听不懂。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是日本人，当时我就想把他们扔在那儿给不管了，可后来一想，他们2个毕竟是孩子，我就给，你是警情矿上的？是司令员。司令员一直是他们给我们带路，后来所有的矿工都参加了战斗。你叫什么名字啊？おじさんにお名前を。加藤由美子。她叫加藤留美子。报告，真乖啊！司令员，彭老总来电。给他们找点吃的吧。是，司令员。我是聂荣臻。聂荣臻同志，你们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任务，你们可以执行下一个方案。好，我们按总部的指示办。好。命令第1、2、3、20、15团骑兵团主力1分区特务营和第1、3游击队分区工兵连为右翼部队参加来源战斗。挺进军活动于桃花堡和繁山堡之间，阻击增援之敌。日本军官士兵诸军，日伐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4年矣。此次我军进击正太县，收复东王省，带来日本弱女2人，其母死于炮火，其父于矿井着火时负伤，经我方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于此伶仃孤苦之幼女，经我方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我八路军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治人治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之日伐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协力，共谋解放。聂荣臻，8月23日。5、6歳の日本人の子供を2人連れてきました。日本人の子供だと。どこだ？
この民族には永遠に勝て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由于我参战之全体指战员忠贞于中华民族与人民，英勇用命，果敢进击，在各交通线，特别是正太线上，已取得血战之伟大胜利，无限欣慰，特传令嘉奖。此次百团大战，是抗日以来我们华北战场上空前未有的自主积极的向敌寇进攻的大战役，对于全国抗战形势与华北整个战局均有重大意义。百团大战将成为中外战史上最具光辉的名词。望全体将士发挥最大之决心、毅力与耐力、顽强性、机动性，以再接再厉之精神，在现有续战胜利之基础上，猛烈扩大战果，完成战役任务。再接再厉，扩大战果！再接再厉，扩大战果！再接再厉，扩大战果！百团大战破袭了日军华北方面军控制的平汉、津浦铁路北段、北宁、正太、平谷、北口、苍石、德石等铁路公路的全线和平绥、同蒲铁路的大部，多次中断交通，断其补给，并拔出了深入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据点，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囚笼政策和巩固华北占领区的企图。非常好，我知道了。师长、政委，战斗和你们所预期的一样，陈赓和陈锡联的宝压中了。征台路现在是既没有铁，也没有路了。好。西大線を中断。東風路を中断。分離路も中断。兵艦線を中断させてはならん。兵艦線では河北での重要な通路だ。線路の安全輸送を確保せねばならん。事実上兵艦線の運行中断はもう5日目になります。何 ?8 月20日から今日まで兵艦線の沿線は8路後に零隻290回襲撃を受け、そのうち橋梁破壊19回、線路破壊67回、駅舎攻撃12回、通信施設も142回破壊されました。各警備隊も全力を尽くしました。我々は全く想像できず、残念ながら結局相手の攻撃を阻止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なんてことなんだ。あんな粗末な装備で訓練もされていない軍隊がこんなに強い戦力を持っていた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そうです。共産軍のゲリラ戦術は非常に巧みだと聞いておりましたが、大規模集団攻撃もできるとは知っ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共産軍の編成が小さいですが、上層指揮官は豊富な軍事経験と相当高い指揮能力を持ってます。今まで八路軍の総兵力が10万人を超えないと我々の判断力は明らかに間違っていました。それと奴らの組織力と負けじ魂も我々の想像以上でした。確かに八路軍は質でも量でも家屋戦場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だから我々は戦略を練り直し、共産軍を
今後の軍事上の主敵とするのだ。いいか、分かったか。はい。戸田司令官に打点せよ。私は北へに行って面談する。百团大战，我们八路军把日寇打瘫了，打懵了。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调集了华北方面军第1军、驻蒙军和华北方面军的直辖部队，并从国内抽调兵力，新编组了一个101混成旅团，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报复性的扫荡。这其实是日军作战的一个规律，每次失败之后必然出兵报复，失败的越惨，报复的越凶，而且常常是败兵刚刚收队，企图趁我抗日军民消化胜利果实的时候，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所以啊，日寇的这次扫荡一定比以往更加残酷。经过2个月的战斗，我们各个部队都相当的疲劳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应该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作风，保卫抗日根据地。总的部署是这样的：平西地区的反扫荡作战应以游击战为原则，消耗疲劳敌人，但不做大的决战。129师应以不少于3个团的兵力逼近正太路，120师以4个团的兵力破击雁门关南北之同蒲路，冀中军区应以有力部队破击平汉路。部队的部署啊，我看就这么定了，啊。哟，彭总，赤兰同志啊，你这是要跟随后勤部一起转移吧？啊，是啊。宝贝，我的宝贝又要睡小木箱喽。哎，什么小木箱啊？哦，孩子小，我给他钉了个小木箱。行军转移的时候啊，就让他睡在木箱里边，又安全又方便。你想得很周到嘛。嗨，周到什么呀？这孩子出生都那么长时间了，连名字都没取。今天大家都出发了，我还在这里等着，就是为了让他给拿个主意。要不然，这一分开，又不知要过多长时间了。哎，对了，干脆，咱们现在就让彭总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好啊。哎呦，给小孩起名字我可不在行啊。就让您来吧。我想想啊，刘伯承师长给他的孩子起名叫刘太行。既然咱们这里属太北军区，哎，我看小家伙啊，就叫左太北，怎么样？左太北。他出生在太行山北路。咱们战斗在太行山战场，这个名字好，就叫做太北了。嗯，谢谢彭总。哎，好，你也抓紧准备吧。啊，左权同志，这次反扫荡斗争，晋察冀边区是主力，要把党政军民充分的全都动员起来。啊，另外，把部队集结在适当位置，准备彻底消灭掉1、2路进犯之地。是。彭总，刚得到的消息，日军36师团钢骑大队已经到了关家了。这里，距离我们这里只有13里地。
竟敢跑到我八路军总部门口来撒野！送到嘴边的肥肉，咱可不能不吃啊！彭总，我去跟129师研究一下，在关家闹，打他一仗。好。彭总，回指挥所吧，这里太危险了。第3次攻击又失利了，战士们打得很苦啊。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彭总，我的意见是，把钢七大队放下来打，咱们打他的伏击。不行，敌人援兵马上就来，一旦放虎下山，立刻就会得到援兵的接应，必须在此地消灭他们。彭总，让我们上吧。日军很善于利用地形构筑工事，火力配合也很合理啊，硬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想办法打掉他们的火力点。前方崖顶下面的斜坡是什么土质？有活叶子，是黄土坎儿。慢的，扑上去，靠近了打他。是。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发起的战略性进攻战役——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仅在前3个半月中，共进行大小战斗1820余次，攻克据点2990余座，歼灭日伪军46000余人。此役，八路军伤亡17000余人。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迟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打破了日本逼迫国民政府投降的图谋，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极大鼓舞和坚定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打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周老总，又是一份战报。好，戴远同志，马上把百团大战战报报给重庆。以前是1周1发，从这个战役开始要1天1发。告诉重庆，八路军在打仗，而且在打大仗。这时候，卫立煌的近18万人马下到中条山，那华北局面可就不一样了，那就不是百团大战了，是千秋大战。朱老总，我们完全可以向蒋介石提出这样的意见。不，提了也没用啊，蒋介石不会采纳的，不会的。给我念念吧。魏总，他们在第1要报中说，河北景兴煤矿被他们捣毁了，日本人自己估算大概损失1亿元左右。哼，1亿元，他们要是不来中国，1分钱也不会损失。另外，第18集团军司令部和野战政治部报来的战报，他们分4个方面。魏总，我是不是捡重要的向你汇报一下？不，全都念吧。是。主要战机：
技术方面，破坏铁路625公里，公路1530公里，桥梁78座，火车站19所，煤矿2座，收电线48万600斤，电杆12161根。这些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准确吗？魏佐，北平的日伪报纸《武德报》也是这样报的。啊，往下念吧。是。见地情况：毙伤日军10250名，俘虏日军94名，伪军679名，汉奸183名。好，这才是蛇寇的实实在在的损失。下面是我军的伤亡情况。我军？啊，魏佐，这是他们的口吻。好，是。もしもし。はい、了解です。司令官殿、遺憾にも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した。八路軍は西太路、ボーホロに向かっております。遺憾だと？これは不幸中の幸いだ。板垣中将が振り向けろといった部隊は手をつけるな。思い上がって敵を見くびっている。2、3の師団を動かしておきましょうか。36、37、41師団か。はい。一兵も動かすな。いいか、中条山地区にはまだ英律校の27万の中央軍がいるのだからな。这个破西正太路的战况，我是天天都要看的。可以讲，这是自南昌战役以来我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你看，可是打的还是很艰苦。这个我晓得，连刘师长、贺师长也都上了前线，还听说日本人使用了毒气。陈锡联所部伤亡大吗？上千人。上千人。转告陈锡联，他在阳明坡一战，政府是要给他记功的。另外，我已经命令韦勒王所部配合第18集团军的行动，可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在二哨就停止了行动啊？第一阶段到9月10日，第二阶段马上就要开始。如果说第一阶段是为了破袭正太路，第二阶段是为了扩大战况。好，这一仗总体打得很好，连日本的报纸都在说，在中国虽有党派之争，可是在抵御外敌上却完全一致。原来国民政府即使是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呐，但是有些地方不听招呼，这就会让轻则通，走则快，那是绝对不容允许的。委员长说的极是啊，可是今年年初，日军扫荡我根据地，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挥新四师和海军陆战队突袭我军，而且还扬言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有这种事情吗？是的，而且他们还说见人就抓，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八路军已有1350人被杀。恩来，我会彻查此事，请放心，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委座，委座，两位刚才都已经听到了吧？说说你们的意见。委座，您说的是山东的沈鸿烈？不，我讲的是中共的百团大战。
他们还是真的抗日的。剑森，在。讲讲你的看法。卫佐，这一仗确实打得很好。好在哪里？这一仗打击了日寇的气焰，从那几天的日伪报上来看，确实是把日本人给打晕了。但是也把我给打醒了。这几年，政府一直在应对着日寇，收获了对他们的往返。中共短短的几年间，一下子跑出来了百团大战，这还没算上他们在山东的主力1154新四军及各地的散兵游勇。如果再加上这些，他们该有多少个团，多少人马？两位都计算过吗？大概有40-50万吧。卫佐，您再下一个限制令。限制令，我是要下的。短短几年间，他们有几万人，就变成了几十万人。如果抗战再有个3年，那他们不就是有100万之众了吗？不过，考虑到美国的对华援助，这个限制令我已经不好再下了。剑森，在。这件事就由你去办吧。是，听卫佐安排。现在的情况，要比原来恩来电报中讲的还要严重啊！他们说我们诱而不及，可是就在今天，我们的八路军还在前线进行了一场大的战役。我们的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可是他们却要求我们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撤到黄河以北。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国民党企图消灭我们的野心从来没有变过，这一点共产党人必须要清楚。何应钦、白崇禧他们发来的号电再次说明了国民党的这个态度。不知道啊，同志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次期限是1个月。他何应钦搬个家那是可以的，可我们是好几十万人呢。这又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老对手这次可是下了大的决心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告诉全党，国民党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已经开始。因此，我们必须要认真应对。要告诉我们驻重庆、西安、桂林办事处的同志们，一定要跟国民党人说清楚，讲明道理。剿共则亡国亡党，投降啊，老蒋一定崩溃。在必要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们给撤出来，因为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主席，根据他们的号电，咱们是不是该给点回应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参谋次长白崇禧并承蒋委员长，八路军、新四军遵循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是唯一任务。4年来，抗击众多敌人，收复广大失地，其战绩为国人所见。为伪作明令嘉奖，最近百团大战又受伪作勉励，皖东皖南战役
粉碎敌之进攻，都是事实，怎能称自行行动？关于战区问题，其在华中敌各部所属地方，是人民反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的，北调将更失去民心。关于编制问题，八路军、新四军孤悬敌后，要战胜敌人，达成统帅部所负战略任务，必须唤起民众组织游击队，同时，这也是编制脱离任务造成的。至于破坏行政范围，是由于八路军、新四军50万之众，仅领4、5万人心饷造成的。但为顾全大局，对江南部队遵循北移，选请放宽期限，以求做好解释再行调动。对于江北部队，因是遵循伪作庐山讲话和告同胞书而组织的抗日武装，为保证完成抗日任务，应给予八路军、新四军扩大编制，增加定额，补充粮饷及医药。你朱、彭、叶、湘民意发送，将电文发给《新华日报》。是。此乃抗战关键时刻，日军正在加紧策动中国投降，国内也有人在策动反共摩擦高潮，为投降扫清道路，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形势极危，希望坚持团结抗战的国策。立即呈送何应钦、白崇禧，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两位对这份东西有什么看法？他们已经服软了。魏总，那下一步？一步步变。朱老总，您看，又是一份号电。新四军开赴长江以北，八路军撤到黄河以北，仅限1个月。走，去杨占领。请。报告主席，几点？再加上这是主席。皖南，我们已经做了让步，其他地方寸土不让。芜湖、宣城、青阳，这宽不过180公里，纵深呢也不过50-60公里，这是一个危险的地带。主席，依据收到报告，顾祝同从抗日前线抽调3个师，正在向新四军军部运动。那日军有什么反应吗？正在密切监视。几点？新四军军部命令所有的皖南部队在12月底全部转移完毕。是。第52师、108师为右翼，展开于统领、金县、水技桥、丁家渡一线，向戴家汇、三里店、听盘进攻，而后向繁昌发展。是。以第40师、114师、新编第7师为左翼，展开于湾滩、茂林、苏口、包村、乔木湾、
千家湾一线，向云岭、河湾、沙图角进攻，而后与右翼协同，向长江南线、旧线、底港、八梗头方向发展。是。79师和62师于廊桥和三七镇之间设立阻击阵地。是。12月31日前完成作战准备。是。国民党は我が軍の正面から7個師団を引き上げました。どこに向かった？安徽南部であります。中将の考えは？高みの見物と参りましょう。ずっと待ち続けるのか？目先のことしか見えず、自分が狙われているのもわからぬ哀れなカマキリであります。首长好。主席，周老总，收到新四军的电报，他们开始动了，但是没有向北。哦，动了。我们心急如焚地等了2个月，他们总算是动了。不管怎么说，动了就好。让他们向北，国民党会在苏南布下口袋。有这个可能。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集驻皖南云岭地区部队的北移行动开始了，显然为时已晚。国民党第3战区已经对新四军军部完成围剿部署。约8个师，8万人枪，在云岭周边布下了一个大大的口袋阵。不对呀，这不像是北方名将的打法。再这么走，不就进入咱们的包围圈了吗？有什么消息吗，老总？主席，哎，情况怎么样啊？报告，急电。念，他们改变了行动方向，不是向苏南，而是向西南。这里太明显了。元月6日，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奉蒋介石命，对北移新四军采取行动，严令彻底加以肃清。冲啊！一代北伐名将，一腔报国热忱，国运乎，时运乎。不公可忍，不平可忍，唯同室操戈，兄弟相残不能忍。叶挺将军的命运遭际，令人唏嘘悲愤。皖南事变悲剧，激怒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给周恩来夜间营发电。是。我新四军东进，行进至太平，进县兼至茂陵，遭国民党军重重包围。已过6日，突围不出，望给予国民党方面交涉，即日解围，放我军东进北上。同时告知各方面，国民党
有意破裂，应顿挫国民党改变方针，以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之大局。请转告蒋先生，让他下令立即撤围，否则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如果他愿意背上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骂名，可以走下去，我们共产党奉陪到底。周先生，你不要这么着急嘛，也不用发火嘛。我就是要发火！我告诉你，上官云相，这绝不是误会，你们早有预谋。有一点你们必须清楚，你们现在围住的只是新四军的军部，新四军还在，八路军还在。我同意刘少奇、陈毅12日的来电。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他们10日之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以应对蒋介石准备歼灭我皖南新四军9000人的计划。如果我们皖南的新四军被他们消灭的话，那我们就赶紧、彻底、全部的歼灭韩德勤、沈鸿烈部队，彻底解决华中问题。为负责任来，我的意见是：一，毛宁方面可以停止进攻，这已经不是问题了。二，新四军可以走苏北，但必须执行以下几个条件：一，部队过江之后，不可以和韩德勤的部队发生摩擦；二，需继续北上往河北去，但不可以盘踞；三，新四军过江之后，可以发弹10万，并加军饷；四，希望他周恩来、叶剑英能转告前方，勿将此事件扩大。那委员长，周恩来他懂得的。主席，刚刚收到周恩来董必武发来的电报，白崇禧准备对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动手，对文化界也要进行镇压。委员长，这是以朱德、彭德怀、叶挺、湘英名义发表的抗议。朱德、彭德怀把陆军都出面了。苏联大使馆已经召回我们，他们的大使想面见委员长。是吗？苏俄向来对我中华民国的内部事务都很感兴趣啊。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已经第2次向蒋介石交涉，要求他们立即撤围。可是前线到现在还在打着。Тогда мы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рекратим поставки оружия. Вы на меня можете полностью надеяться. Я имею влияние на процесс. 都不要想吓唬我们，什么美国佬、俄国佬，都不要想插手我中国的事业。共产党只为抗日存在，也可以发展，但是不可以做大，这就是底线。谁要想突破这个底线，我将动员党政军逼其就范。我要做如下调整：任命汤恩伯为瓦泊区总指挥，任命王忠廉为鄂中区总司令，冯治安为湘西区总司令。开始进攻限期2个月。另外，对外宣布新四军是叛军，撤销其番号，军长叶挺革职，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副军长项英捉鸡缉拿，归案讯办。新四军皖南突围部队9000余人，在顾祝同部约8个师、8万人的围攻下，
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叶挺自此开始了漫长的国民党监狱生涯。快点！走！跟着我们！别走！等什么呀？别走！快走！快点！快别路上我们！快点！快走！快！快点！等着！而此前此后，国民党顽固派还制造了雀山、博山等惨案，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八路军新四军官兵与抗日志士。亲者痛，仇者快。关键他们掩盖事实真相，欺骗国人视听啊！那就揭露他们。同志们，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命令边区的一切部队做好准备，应对国民党的进攻；另一方面，三句话：还是统一战线，还是团结，还是抗战。毛泽东的话说得好，还是统一战线，还是团结，还是抗战。这是何等之胸怀，这是何等之气概，这是中国人民在黑暗天空里的彩虹，这是山雨欲来前的雷电。把皖南事变真相公开信马上给蒋介石，一定要明确地表示，我们要求去告诉他们，这封信如果公开的话，我就杀了他。虚张声势，我就不信他们敢动一个北伐名将。这说明蒋是怕我们公开这封信，我们就是要公开，不但在国内，还要在全世界。斯诺，你能帮这个忙吗？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有困难，我当然很想帮助你们。都到齐了吧？到齐了。好，党中央充分地研究了当前的形势，蒋介石已经下了与我党破裂的决心。这与当前国内外的形势是分不开的。日本国内有些人在向蒋介石要橄榄枝，在我们国内呢，投降派的苗头也在上升。所以蒋介石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奇怪。根据刘少奇建议，毛泽东同志主张，在政治上要全面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另外，组织决定撤销部分办事处，干部迅速撤离。党中央决定，重庆方面，我建议董老、英超近期离豫。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及海外撤离。新华日报怎么办？新华日报是党的喉舌，在重庆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能停。但是要压缩版面，每天只能出半版。留守人员要加强气节教育，销毁电稿、密码、文件。至于什么时候撤回延安，等中央通知。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们军事组起草的新四军
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的真相我已经看了，可以发了。要让重庆知道真相，特别是民主人士要知道真相，同时要动员文化界人士迅速撤退到香港。1941年1月25日，保卫中国同盟在新闻通讯中以“坚持统一战线”为标题，详细说明了新四军被袭击的经过。斯诺的文章在国内外各大报纸转载，引起巨大反响。周先生，最近我看到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报道后，我心里一直担心，国共合作会不会就此破裂，联合抗战会不会就此夭折呢？抗战到底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的主张，只是我们现在在争取时机好转，同时要准备应对更坏的局面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那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能决定的。如果抗日战争离开了中国共产党，那我们民族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想转告黄炎培先生的一句话：不论事情的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错知是完全错误的。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现在就连杂牌军和地方有势力的人，他们都认为，如果解散了新四军，就是解散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先兆。所以大家都对共产党表示同情，同时也对蒋介石有些恐慌啊。你们的担心不是庸人自扰啊！谢谢你们对共产党的同情。不是同情，是支持。对，是支持，是支持。那就更要感谢你们的支持。应该的，应该的。周主任百忙，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告辞。好，告辞。好，请留步。好。我认为这样的动作是很不好的，那首先就激化了。他们是共产党的朋友啊。给孙德的信发出去了吗？已经发出去了。要争取美国的朋友，让他们去影响美国政府。Well, I'm very surprised about the incident, but I must say that my opinion on the matter is... Mr. President. I'm glad to meet you, Mr. President. I'm sorry, you probably haven't adjusted to the time change yet. It's my honor, Mr. President. Well, let's get started. Snow wrote a report on China's situation in southern Anhui. His report differs from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ambassador. I'd like to hear your opinion. President, I will give you the best realistic situation as I was in southern Anhui at the time. Excellent. It is exactly what I want. Now, just go ahead and tell me as much as you possibly remember about exactly what is going on in that area. It may not be detailed enough, Mr. President, but I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I know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nd in that place and at that time. Mr. Prime Minister, do you have any comments regarding the new Fourth Army incident? Let the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tell Chiang Kai-shek, civil war will only strengthen Japanese attack, which is something the British Empire does not wish to see. Allow m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If China decides to restart the Civil War, Chongqing will not receive any financial ai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ank you. That's it. No more questions.
Я хочу, чтобы ясно дали понять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Китая,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е хочет видеть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в Китае. 毛泽东丢了7000人，倒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同情他。这就是政治。校长，我们没有打是对的。目前就军事而言，据我可靠的侦查，八路军已经做好了全面反攻的准备。另外，据我最新的情报，他们新的新四军军部就要宣布成立了。如果现在要打的话，这件事暂时先放一放。但有2个人必须处理：刘亚子开除党籍，那个叫斯诺的外国记者驱逐出中国。是，校长。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于毅为新四军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主席，朱老总，这份命令要不要报重庆？不要。在蒋介石对于新四军的问题没有满意答复之前，八路军停止一切对他的承包，包括战报。我们也不向他们申领经费，他们若有来电，八路军办事处可以接收，但是不回复。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成立。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的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成为坚持华中抗战的中坚力量。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误的；第三，承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任新四军军长；第五，交换新四军全部人马枪支；第六，复削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部队；第八，平回西北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11，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训；第12，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进来。委员长。张聪啊，坐下来讲，你总算来了。我一直在等你啊。委员长，这件事情没办好，实在不好意思。这也不完全是你的错。现在我想到了，我们是应该坐下来谈谈。听委员长的意思，比方说是和共产党的周恩来、叶剑英谈，还是两党之间的谈？当然，这是很好的方向。不知道委员长您还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叫周恩来、叶剑英去转告他们，我同意他们去江北，也可以考虑新四军编入八路军。
新四军编入八路军，是蒋委员长不看报呢，还是代理没有把这一重要消息报给蒋委员长？新四军军部重建，听说日本东京的报纸都已经发布了消息，蒋委员长不知道？这件事，委员长真的可能不知道。装聋作哑吧，就当他不知道，请张先生转告他，军部已经重设了，并宣布了新任的军长，请张先生代我们声明一下，陈毅是代军长，哪一天叶挺军长回来了，他还是军长，我们郑重声明，蒋介石必须释放叶挺军长。叶剑英同志的话就是中共中央的态度，蒋委员长必须释放叶挺军长，他无罪，新四军也不是叛军。要想恢复两党谈判，有一个条件，不同意12条，无谈判可能。这个，魏佐，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提出要见周恩来啊。罗斯福的代表，让一个外国人来了解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他想干什么呢？魏佐，罗斯福想干什么，我们决定不了啊。告诉他，周恩来回延安了。这个恐怕，因为听说是斯特朗向罗斯福传的口信，美国议员比我们清楚皖南究竟发生了什么，比我们还清楚。让他先去见吧。请转告居里先生，中国共产党最担心的不是我们损失了多少人多少枪，而是痛心这些力量没有用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上。这也是罗斯福总统担心的。日本南进最大的阻碍，就是全中国人民团结抗战。如果这种局面被打破，那是罗斯福总统不愿意看到的。正是为了这种团结的大局，我们才全力避免冲突。但是蒋介石不肯放弃反攻，不改变反攻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日本是一定要南进的。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一旦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援助。当然，蒋介石他们在没有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下，是肯定不会改变什么的。我同意您的分析，但是蒋介石还没有明白。请用茶。I really talked enough today. 我已经讲了很多了。 The point that I want to make is that you have to achieve the resolution with the communists. If you don't, there is no wa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or the American people can continue to support you, either economically or militarily. 有任何的进展。请。外交上3个大国向我们施加压力，日本人那儿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军事行动。
共产党在政治上是全面进攻啊，真是让人心忧啊。我不等他了。建峰，他心里装的没一件顺心的事情，你好好的照顾他。知道了。静儿，静儿，哎，刚才是不是质问来过啊？是的。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哦，没什么事。啊，父亲，您喝水。啊，不用了，放在那里吧。很难吧，父亲？中国的汉字里，难就是难，不要加个很。可以放共产党一马吗？